冲家不成才，多亏有兄弟照应着，在这制造局里面打打下手、跑跑腿，干点杂事，伺候着各位老爷们。这也就算物尽其用吧。哼，还别说，你李大爷还真是有涵养。今后我们可就是同事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头里，我不管你李大爷什么名头，我们可都是替大清国、替朝廷卖命。我桂祥的差事，就是找不痛快。这制造局可是重地，就连铁大人都重托于我。今后谁要是敢偷奸耍滑、欺上瞒下，以至于私通乱党、大逆不道，可都逃不过我桂祥的眼睛。崇家兄，今后在这制造局里，你我还要好好相处呢。大人说得好，崇家以后就专职配合大人，无论什么时候。大人，您想要查什么？觉得哪一方面有问题？大人您随时说话。好吧，那你们就下去吧。是。大哥，那你受委屈了。官场之上，这一套见多了，我不往心里去。只是这桂祥，恐怕不大好对付。制造局各个环节，咱们要多加小心，不能被他抓了把柄。哎，可不是嘛，这个月的50箱还不知道。哈，崇家大哥放心，制造局我会小心。来，快点，往那边，往这边，往那边，好了，好嘞，往这边了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再过来2人，哎，好，好嘞。这批货，铁大人要得紧。云南新军的100箱，下月初5也得交货，工人呢只能加班加点，日夜不停地干着。120名工人，2个时辰。别说，是。哎，站好了啊，站好了，点名了，点名了，站好了啊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点名了啊！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站好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25。禀告大人，这边30人。禀告大人，这边也是30人。禀告大人，这边30人。禀告大人，这边28人。还缺2个人。啊，大人，有2个上茅房了，马上就回来。您放心，误不了事儿。走吧。大人慢走。赶紧跟上去。这下，来这边，来过来，马齐了，马齐了，要4箱。哎，好，来了，哎，还差4箱啊。爹，他们都回家了，我跟了3条街，他们不会再回来了。快去办。来，1人拿2箱，快点，好，快点，让一让，小心点，好，大家有顺序啊！好，来，顺序啊，好嘞，给钱，直接进车间，直接进车间啊！哎，快，拿钱，赶紧进去干活啊！进车间啊，都麻利点，快，放心吧，动作快一点啊！哎，好嘞，麻利点。
切顺利吗？啊，照这个速度啊，下月初5交给那边，50箱没有问题。好，哎，给这个拿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少爷，您可注意休息，千万不可太劳累啊。我还有些文件要签，你先去吧。哎，是。立正。爹，大少爷来了。知道了，我去。大少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歇着啊？总办都没有回去休息，我这当助理的哪有回去休息的道理？哦，大少爷辛苦了。不辛苦。怎么，你们还在加班？哦，可不是嘛，都要得那么急，量又那么大，工人们呐都累坏了。啊，老丁，怎么了？大少爷，车间种地，局里头啊有规矩，闲人呐不得擅入。你的意思，我是闲人，我也不能入？啊，除了总办和代表外，谁要进去都得有上面的手令。大少爷，您别为难我。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回去歇着。不让我知道，出了什么岔子，可就跟我没关系。爹啊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，快点干了。额外的50箱弹药都已备齐，后天就能装船发货。还真有你的！100多个工人连续干了20多个通宵呢。没走漏风声？处处小心。桂祥每天检查完了才开工，工人们多挣了钱，嘴巴都很紧。好，出货环节最为关键，更得小心，否则前功尽弃。货物出仓，货单上是几箱，要1箱不多，1箱不少。当着桂祥的面点清爽，绝不能让他起疑心。上码头。啊，岳父的意思是，仓库去码头的路上。岳父请放心，少白先生请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后天晚上你就准备在海上接货。阿四，干得好！
大人，以往都是在出货仓的当口验货，仓库离码头没有多远，做不出什么手脚吧？叫你上码头去查，就去查。难道我是在蒙你吗？平常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呢，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货呀？等你明白了，大清早就灭亡了。是大人，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查他个底儿掉。奴才告退，奴才告退。大人，这情报准吗？这英国公司真有问题？欧老二结结实实的和革命党绑在一起了，拿下阿斯，我插翅难逃。来，搭把手，好，哎，沉一点，接着啊，沉点，慢点，给我，抬上去，哎，往里挪点，往里挪点，哎，好了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，好了，哎，好，拿稳了，哎，再搬上去，搬上去，哎，动作麻利点，腰身脚下啊，来，小心点，小弟，啊，多少箱？110箱。快，叫他们麻利点。哎，动作都快点儿，大家。好嘞。住！紧急检查，立即停止装船，开枪验货。贵大人，我们总办大人不在，我们不能开枪。哼。多出这50箱不明不白的货，他来了就能说清楚吗？大人，闪开！这里没你事。再敢横加阻拦，小心我手里的刀剑不长眼。桂祥要回来了，可不是嘛？准是谁走漏了风声？现在怎么办？现在50箱货没有货单，咱们怎么说呀？就凭你这把老骨头，你挡得住吗？大人，闪开！老丁，啊，事已至此，咱们就聪明点。快闪开，让大人查货，是谁的，谁就认吧。哼！开箱验货。是。快点！起来！快！这是什么？你们？让开！哎呀，轻点，小心点，仔细了啊！没有呀！仔细点，慢点。这是干嘛？启禀大人，全部都检查过了，100箱是军火弹药，其余的50箱是啊，是什么？什么都有，上等绸缎、名贵的药材、翡翠玉器，还有些古玩字画、日常用品，吃的穿的全部都有。啊？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全部都是这些东西。就这些东西吗？是的，大人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大人，大人，既然被大人抓了现行，那冲甲只能认罪。这件事都是我和老丁私下里做的，跟总办大人没有关系。老丁，你还不跪下认罪？啊，老奴才有罪，老奴才有罪。你知道你们该当何罪吗？假公济私，官传假单，谋取私利。什么？这些货，你们想走私？是大人，这些货如果带到安南的话，价格可以翻2倍，而且官船出海没人查，我和老丁就自作聪明，合股做了一点便宜的买卖。没想到大人您明察秋毫。哼，
原来是这样。具体怎么处理你们，还要请示铁大人。哼！走走走走走！你们兄弟俩呀，早就应该同声同气，互相帮衬。崇光向我保举你当副总办，以后就负责最重要的环节——库存。我已经准了。崇家帮衬崇光兄弟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仍然重用小人，小人感恩戴德，粉身难报。崇家，我一直是看好你。崇光虽然是我的女婿，可是以后真正办事的人，接我衣钵的人，可能不是崇光，而是你。崇家迷途知返，再也不会犯糊涂，有一丝一毫对不起大人。起来吧。那批货是真的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大人，那批货在数量上确实有问题。只是数量问题吗？大人，据卑职了解，英国商人背后的老板是白金汉，他和乱党有往来，所以这批货的最终去处实难料定。所以卑职担心，这才是铁山要查这批货的最主要的原因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制造局里面肯定有人私通乱党。什么人？应该是原厂的老人吧？这肯定跟我崇光兄弟没关系，他也是被蒙在鼓里。崇家呀，你是明白人，做生意也好，当官也好，钱要赚，可是有些钱能赚，有些钱绝不能赚。沾乱党的钱都是毒药。崇光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有时候抹不开面子，有时候不懂分轻重。可是他对你是一片兄弟情深。你呢，帮我看好制造局，保护好他们夫妻俩，别让他们被人拖下水。大人放心，此事你知我知。依我看，干脆干掉这条反腐上的狗。大人，这李崇家对我们制造局极为熟悉，只要有他在，我们肯定很难抓住李崇光和欧巡抚的把柄啊！你们当他伏低做小，与我们作对，只是为了博得欧老二的信任，当个副总办。这李崇家的心比你们大多了，让他折腾吧。我看他能翻几个跟头。这么说，福台大人全知道了，连老丁那边的情况他也知道。是。那他打算怎么样？不打算怎么样。他让我盯着你，定期向他汇报。哦，好阴险哦。那你呢？那我就得定期向他汇报，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你跟革命党没有关系。
那事情怎么办？不办了？事情还得办，但你要尽量少出面，少用老丁。你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们另外找可以相信的人。既然欧巡抚对你产生了怀疑，那他很有可能还会安排别人，不光监视你，还要监视我。崇光啊，咱们现在做事情要小心再小心。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舒云。这事万一传到欧巡抚那里，他对我失去了信任，那我们可真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还是不放心啊？我就觉得，一个人他真的能转性？那你说是他转的厉害，还是我转的厉害？我都能当总办了，你还不许人家革命？也是啊，人模狗样的，装的挺像。我装的再像，也没你爹会装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爹招你惹你了？没什么意思。哎，别闹了！什么没什么意思？我爹招你惹你了？你给我别闹了！说清楚。我就是想，你以前干什么，你爹都盯着你，他现在不可能放手不管。我们别老防着铁山，防着李重甲，结果再在你爹手里。哇啊啊！钟家老弟，别来无恙啊！钟家，你是一个有抱负的人。这次找你来，是想跟你合作一把大的，彻底的肃清贪官和乱党。大人，不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吗？哎，以前没有做成，是因为不具备条件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因为有你，你跟以前真是大不相同啊！肃清乱党贪官之后，我举你做封疆大吏。铁某若是食言，天打雷劈。大人，又如何一举肃清？让毒瘤彻底发出来。
老爷。昆辰呐，铁山要进京述职，你听说了吗？我真不知道，这阵子他不是一直在监管巡防营吗？怎么个情况？嗨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说摄政王这2天就让他动身，神神经经的。走了也好，我们踏踏实实过个年。是新内阁的事吧？不会让他入阁吧？你呀，甭担心了。别说是我们的意见，啊，就是那些皇亲国戚也不会让他入阁的，自断生计。我看呢，他想通了，好像跑什么裙带关系，将来和我们闹别扭的时候，朝里好有人支持他。让他跑去吧。广东地面上，这朝里朝外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对了，他还跟我说起啊，最近广东啊，乱党闹事的风声很紧，让我们盯好新军和制造局。哦，他还建议啊，他走的这1个多月兵权，交由你负责。我同意了，明天就把印把子给你送去。等等，大人，我觉得蹊跷。你说？乱党要趁春节闹事的风声，我也听说了。铁山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离开？大人，你再想一想，巡防营经他一大清洗，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铁家军。到时候，新军要是真的闹起事来，我肯定调不动巡防营。莫说再闹个天大的乱子，就算镇压不力，这责任算谁的？先是我，接下来就是您。昆辰呐，这乱党趁春节闹事只是个说法。哎，其二呢，这个新军这2个月归铁山管，可是你一手创建的，你知根知底是不是啊？制造局又是你一个人把着，你让他们少闹点事儿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已经定了，我是很难拒绝铁山呐。啊，昆辰呐，这2个月呢，你就少听点戏，啊，多操点心，勉为其难吧。是。消息确实了，铁山昨天离开广州，今天已经到了清远，只带了180人。从京城来的消息也证实了铁山要回京述职。我也听说了，铁山把将印交给了我岳父。啊，欧巡抚，实际上他的人还是在听他的。那是自然。铁山肯定对巡防营做了周密安排，不过我们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只要铁山不在，巡防营调度不力，绝对是新军起义的最佳时机。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弹药。那铁山走了，起义不就是跟欧巡抚打吗？欧巡抚不会亲自上阵的，他和总督见势不妙就会落荒而逃，就让他们逃吧。
现在就看你和重甲有没有办法运出弹药。我们可以从这边，趁桂祥疏于防范之时，以最快的速度带领人马将东西运出去，怎么样，忠广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桂祥防备很紧。用炸弹怎么样？这会伤着自己人。再说了，事情闹大，东西运不出去啊。谁？二少爷，府台大人让您现在马上过去，说有急事。姑爷请。岳父大人，您找我。崇光来了啊！坐坐坐。姑爷请。崇光，哎，我想来想去，这事儿还得找你。爹，什么事？拿来吧。什么？起义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新军起义计划。制造局偷运军火计划。乱党围攻府台衙门、总督衙门计划。爹，您怎么了？您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已经开口要了，你好意思不给呀？爹，我怎么有这些东西呢？您老是不是急糊涂了？您真急糊涂了，大姨娘呢？你就别演了！你们两口子一直跟革命党有来往，制造局那点猫腻也瞒不过我。爹，您听了什么谗言呢？你怎么怀疑到我身上呢？这段时间我兢兢业业，兢兢业业算计我。哼，开小灶，吃偏饭，抠墙角，做花账，当我不知道啊！一船货，你们扣2箱；一箱货，你们扣起来2个牛皮包。你跟老丁到现在，最少已经存起了30箱的货，30箱货就是43200颗枪子儿，可以武装2个标，2000名新军，每人20颗枪子儿，还有富裕。这些枪子儿要拿下府院200个卫兵，轻而易举。可打到你爹身上，能把你爹打成多少个马蜂窝？你想过没有啊？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？爹，你是不是想尝尝他的滋味啊？爹，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，先把枪放下。爹岁数大了，听不得别人撒谎。就算心再定，手免不了会抖。你说，说，我说，我保证全说。爹，
您手先别抖，先把枪放下。你别想太多了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说一个人能不能同时喜欢上2个人？这只是一个问题而已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好，那二少奶奶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岳父大人，我可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！你跟老丁冒着杀头被抄家的风险，就是想替李家攒点零碎的银子。冲瓜，你觉得这故事扯得远吗？爹，这么说吧，就算乱党真的找过我们，我和舒云也真的动过帮乱党的念头。他铁山那个代表每天像狼一样盯着，没事还找茬，我们哪敢帮乱党运武器呢？这还像句实话。要是过得了桂祥这一关，就能帮那乱党起义。要不，我帮你们想想办法。哎，爹，您先听我说完吧。刚才那个理由只是其一，其二，乱党要是起义，得冲着铁山，不能冲着您啊。我和舒云就是再糊涂，也不会蠢到帮外人来杀了自己的爹吧？呵呵，这臭丫头，一贯如此。你本来就是外人，狼子野心，不可不放啊！爹，那您一枪把我撂倒吧。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乱党、什么起义计划、起义档案的，我再继续说下去，就真的变成编故事了。冲瓜，我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啊，您不是在想事吗？哎，老实说，我也挺担心乱党闹事的。我怎么可能参与乱党呢？您看，我这日子过得这么好，我去闹乱党，我图什么呀？参没参与乱党，自己清楚。至于你刚才说图个什么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明白你图个什么。可是我知道，人心复杂，有时候不争馒头争口气，就为了你爹
死在铁山的手里，就有可能被秦少白蛊惑，跟我那个臭丫头一起裹乱。按我以往的理路，现在再要你招出起义计划、新军计划，他们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，到他们起事那天，我也都准备好了。一举歼灭，血流成河。